乌军发动超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万吨级弹药库再次被毁，俄训练基地遭受重创。乌俄最新战报：5万俄朝联军全地夺回库尔斯克，乌军收复克里米纳失地。以军摧毁珍珠等大型地下基地，美军夜袭3个胡塞武装军火库。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的空袭日常打着打着就收不住，直接对俄罗斯多地发动了自10月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首先是布良斯克地区，时隔1个月，乌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了布良斯克的弹药库，导致俄军损失惨重。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在7至10点发射了至少14架无人机，奔袭了俄军第1060后勤中心的弹药库。据悉，该中心原为俄国防部导弹和炮兵总局第120仓库所在地，存放着数万吨弹药。袭击发生后，现场传出了至少8声惊天巨响，随后设施发生火灾。截至目前，俄紧急救援队已赶赴救火，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澄清。其次是莫斯科，同样是10日当天，至少有32架乌军无人机跑到莫斯科上空溜达，这是过去数个月以来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袭击之一。虽然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照例表示损失不大，32架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全部被击落，但社交媒体上却出现了莫斯科地区的房屋和汽车被击中的视频画面。而且据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称，莫斯科的4个机场中的3个多莫杰多沃机场、茹科夫斯基机场、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也由于此次袭击暂停了航班。最后是罗斯托夫州、奥缪尔州、卡卢加州、库尔斯克州等地，乌军无人机同样成功袭击了俄军陆军训练营、能源设施等重要目标。由此可见，俄军防空系统在防范无人机能力上一塌糊涂，说是千疮百孔也不为过。值得关注的是，乌军接下来的袭击中还会用上帕利阿尼奇亚无人机导弹和赫里姆2弹道导弹。泽连斯基也在11月9日的每日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已经生产了第一批100枚导弹，并称接下来还会大量生产。这意味着乌军接下来能对俄罗斯进行包括炸毁科什大桥在内的更深度打击。希尔斯基也表示，乌克兰今年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仅在10月内，乌军无人机就打击了52000个俄罗斯目标。他预计11月的打击强度将会更大，俄军损失也将持续增加。此外，随着俄军弹药库不断被摧毁，加上冬季到来，俄军前线补给将面临极大困难。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第3波大规模攻击后，正反过来对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据俄国防部称，11月10日，乌军对诺维扬诺夫卡、达里诺以及新索罗金附近的俄军阵地进行了反击。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已推进至诺维扬诺夫卡北部，目前正与俄第810海军陆战旅交战。值得关注的是，在11月9日，普京签署俄朝共同防御条约并完成立法程序后，就有消息传出，俄军正在往库尔斯克增派装甲运兵车、步兵战车和坦克。匿名的美国和乌克兰官员也在11月10日通过《纽约时报》称，俄罗斯已经集中了包括朝鲜士兵在内的大约5万名人员，准备全力夺回库尔斯克领土。由此可见，库尔斯克的战斗接下来将会更加激烈。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发言人称，俄禁卫军的第116特种部队旅正继续在沃夫昌斯克方向对乌军发起攻势，但战线并无确认变化。而且由于天气的恶化，弹药补给的运输已成为俄军最大的问题。该发言人称，俄军几乎停止了在哈尔科夫方向使用多管火箭系统，而为打退乌军的进攻，其加大无人机袭击和滑翔炸弹的投掷力度。克里米纳方向，乌军发起了反击，目标直指北顿涅茨河一带。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推进到了比洛霍里夫卡周围，重新夺回了此前丢失的部分领土。与此同时，在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军的火炮和无人机再次阻止了俄军穿越顿巴斯运河的企图。不过，据乌克兰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阿纳斯塔西亚·波波夫尼科娃少校表示，俄军正在恰索菲亚尔和托列茨克集结部队，等储备足够数量设备后，就会发起新一轮打击。目前俄军的袭击方式，据塔斯社报道称，主要以小股突击队和带有光缆的无人机袭击为主。在纽约村，乌军第12旅也开始清理俄军的控制区。据前线传回的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正在对俄军阵地发起针对性的打击，相继清剿了多栋建筑物。目前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中，乌军已经重新控制了部分阵地。通过以上种种，乌军正试图通过将这些反击区域结合起来，从而缓解红军村、呼拉霍沃、弗勒达方向的战场压力。红军村方向战况相对好上一些，
虽然11月9日和10日，俄军继续攻击红军村东部的普罗明和苏西亚尔，东南部的彼得里夫卡、谢里杜河以及尤里耶夫卡等地区，但由于兵力被抽调走的缘故，战线没有确认的变化。库拉霍夫方向战况有些不妙，据最新战役地图显示，俄军已与库拉霍沃城市隔着沃夫恰河相望。与此同时呢，绕道进攻的俄军也正通过00510公路快速逼近该城市东郊。另外，在库拉霍沃西北部的松茨维卡，据战争研究所消息称，俄军已经占领了该定居点约29%的区域。推测认为，俄军是想从后方截断乌军对库拉霍沃的补给，从而用最小的代价拿下该区域。但据在库拉霍夫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旅发言人报告称，正面战场上，俄军几乎每天都在不计代价发动高强度进攻，如人海冲锋、大规模空袭、高强度火炮打击等等。而这样的打击力度自然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据乌克兰发布的战报数据显示，10日俄军的单日伤亡就有1350人，11日俄军的单日伤亡就有1350人，11日更是达到了1770人，总伤亡则达到了71万660人。另外，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英国国防大臣表示，10月是俄军伤亡最惨重的月份。英国国防情报数据显示，俄军在10月份的伤亡达到了41980人，平均每天1354人。而现在，俄军的单日伤亡几乎每天都能达到这个平均数据，甚至超过。可以说，俄军在乌东能有这么大进展，完全就是靠命填出来的。谢尔斯基月初曾表示，乌军正面临自全面开战以来俄军最强大的攻势之一。但他也表示，尽管形势严峻，但俄军的势头并非不可阻挡。就像视频开头报道的一样，乌军加大了对俄弹药库、能源设施、补给线的打击，从而迫使乌东俄军做出最大伤亡和回撤的选择。接下来是中东动态，美国大选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正逐渐显现。以色列相应的加大了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11月10日的报告显示，以军摧毁了黎以边境附近的一个大型地下基地。据悉，该基地是真主党的武器库和藏身地。而在这场大规模袭击后，战争研究所援引匿名的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军已经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击的能力。报道称，自10月1日以来，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开展了针对真主党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清理行动，包括摧毁真主党据点和缴获数以万计的武器。据统计，自开战以来，以军已经缴获了超66000件真主党武器。此外，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报道，在没有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以军将在结束黎巴嫩南部的清理行动后，在边境地区部署3个以色列师，在守护边境的同时，继续破坏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重新集结力量的行动。可以预见，在美国大选后的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以色列的立场将更为强硬。彭博新闻社援引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当地时间10月9日深夜，美军空袭了胡塞武装的3个军火库。报道称，美军在中东的战机率先打击了萨那地区的胡塞武装武器库，摧毁了大量装备后，紧接着打击了赫丁和哈法的胡塞军火库。据卫星图像显示，这些区域均多处起火，具体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关注的是，这是美国大选后美军首次打击胡塞武装，且攻击力度与以往相比加强了许多，这应该和特朗普胜选有所关系。接下来，胡塞武装再想对经过红海和亚丁湾的国际商船发起袭击，估计要掂量掂量，不然可能会遭到重点打击。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舰于10日上午9时48分在福冈县宗像市海域起火，一名船员因吸入浓烟受伤，目前已送往医院救治。而于9号的起火点，据消息人士透露，似乎是在扫雷舰的引擎室。目前，日本的海自队员正在检查各处舰体状况，防止意外发生。据《纽约时报》报道，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荷兰皇家海军上将鲍尔在布拉格欧洲防务峰会上发出警告称，若特朗普与俄罗斯达成让普京在乌俄战争中宣告胜利的和平协议，将重创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并可能会使侵略行为正常化，从而危及国际秩序。据 CNN 的报道，哈里斯在落选后可能会被拜登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取代因健康原因辞职的70岁索托马约尔法官。原本按照程序，拜登只需在剩余任期内提交哈里斯的提名，并获得此时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的批准，就能成事，或者说在1月20日前通过的概率极大。
加上哈里斯的资历也完全够格。90年26岁的哈里斯成为阿拉米达县副地方检察官，98年34岁的他进入旧金山地方检察院任职。04年时，哈里斯当选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成为加州第一位非洲裔地方检察官。10年，哈里斯当选加州检察总长，成为加州执法部门领导层内第一位女性与第一位黑人女性，并在2014年连任。可原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要黄了。要知道，美国最高法大法官是终身任职的，可以在任上干到死，除了国会弹劾外，其他情况一概不会被罢免。也就是说，哈里斯想当大法官只有2条路：一，索托马约尔主动辞职；二，索托马约尔病情恶化，人没了。但第一条，索托马约尔已在近期的采访中明确表示没有从最高法院辞职的计划，也不会主动退出。而第二条得看天，8成不会在拜登任期内出问题，甚至是特朗普4年的任期内也可能不会出问题。因此，哈里斯在副总统任期结束、大法官梦碎后，其从政之路大概会被终结。受乌俄战争启发，如今无人机、无人载具已成为各国建军的优先选项。据自由时报报道，空中巴士集团在本届的欧洲海事展中展示的反潜版 VSR-700旋翼小型无人机，成为了舰载飞行器里的新秀。据悉，该机由空客集团所属空客直升机公司与法国海军集团联合研制，可自舰艇甲板垂直起降。同时，该机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挂载光电感测器、声纳浮标、轻型反潜武器，因此可以进行情监侦、电战、水雷侦测、反潜等任务，运用范围十分广泛。在反潜武器上 ，VSR-700可在机身两侧挂载轻型反潜武器，亦可向海面投放声纳浮标，掌握潜艇的踪迹，具备自主执行反潜作战的能力。这架无人机可以以时速200公里飞行，并可滞空10小时，同时也可通过北约规格的资料链路，将情资分享给指挥中心、友军单位，实现联合作战。而且得力于全长仅6米左右的小巧机身，其适用于甲板空间有限的巡防舰、巡逻舰。报道称，其有望抢占无法容纳舰载直升机的小型舰艇市场。根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芬兰已邀请北约在其领土建立一个侦察无人机基地，以在其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沿线收集信息。与此同时，芬兰晚报指出，该基地一旦设立，预计将部署 RQ-4D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由诺格公司研发，专为北约地面监视部队定制，可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情监侦信息。不过，关于此项建议的讨论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预计要到明年才能做出最终决定。如果北约采纳这项建议，届时真的在芬兰建立无人机基地，那么将大幅增强北约在北欧的情报收集能力，从而加强对芬俄边境军事行动的监控。除这项无人机基地提案外，北约最近还宣布，其北欧地面部队的总部将设在芬兰米凯利。从该组织最近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可见其正在逐步加强对俄罗斯的防御力度。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德国与以色列正在协商剑3型防空系统的相关采购事宜。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最快明年就能展开交付，并进行实际部署。剑式防空系统由以色列航天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合作研发，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战区弹道导弹防卫系统。其中剑3导弹的射程更是高达2400公里，可高空拦截各式弹道导弹。另外，根据以色列航空局主席的说法，剑3还能击落卫星，因此其也可作为一种反卫星武器。待德国正式将其部署后，预计该国的空防能力将大幅提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解除了乌军的后勤限制，即美军或承包商可直接在乌克兰境内对相应武器进行后勤作业。此前，在乌俄前线受损的美元装备，通常都要送到波兰、罗马尼亚等北约国家境内，才能获得正常的维护和修补。这对于当前的乌军来说相当费时费力。然而，在解除此项限制之后，美军或承包商能够在其境内协助乌军快速修复并保养美元军备，使装备可在最短时间内再度投入前线作战。不过，美方强调，美军或承包商将会在远离前线的地区进行作业，并不会介入相关战事。另外，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近日还签署了一份合同，将要在肯塔基州西部新建一家 TNT 炸药生产工厂，总价值约4.35亿美元。按照美国军方的描述，这将是美国数十年内在其境内开设的第一家生产此类炸药的工厂。而美国之所以要修建这家工厂，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美国这种弹药的供应链完全依赖于海外，而受限于乌俄战争的影响， TNT 作为填装155毫米炮弹的主要炸药，其产量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欧洲导弹集团 MBDA 正在进行一项远程打击导弹计划，名为 FCASW。该计划由法国和英国发起，意大利也将于明年参与其中。MBDA 表示 ，FCASW 计划包含2款导弹，其中一款是机动性强的高超音速导弹，主要用于执行反舰任务。目前 MBDA 已在法国布尔日厂区完成相关的风洞测试。该公司表示，这款导弹的飞行速度将达到高超音速，但低于5马赫。至于另一款导弹，在机动性方面虽然较弱，但其具备隐身能力，主要用于对地进攻。目前 MBDA 已制造出首枚隐身导弹原型，并对其进行了射频信号测试。除这2款导弹外， MBDA 还在向国际市场推广其海军巡航导弹。此前 NCM 仅供法国海军使用，配备在法国的 F-21MM 巡防舰和核动力攻击潜艇上。在 MBDA 推广之后，意大利已率先做出表率，有意将其整合至升级版的 F-21MM 多用途巡防舰。与此同时， MBDA 还推出了 NCM 的陆基版本及陆射巡航导弹。另外，按照 MBDA 的说法， NCM 和 LCM 都是其自主研发，因此其不受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限制。预计 LCM 将会成为欧洲远程打击计划的短期解决方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测试了新一代低层防空与导弹防御用感测器雷达。LTAMDS 原是雷神公司自行开发的鬼眼雷达，其配备有1具主要雷达阵列和2具辅助雷达阵列，可同时监控360度空域。除能作为新一代防空系统侦搜雷达外，还能整合至爱国者系列防空系统。例如，在先前的测试中， LTAMDS 先是侦测到一枚模拟战术弹道导弹来袭的靶弹，并将目标信息传送至整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直管体系。经研判目标路径构成威胁后， IBCS 下令发射爱国者3型导弹，紧接着由 LTAMDS 提供精密导引信息，使其成功拦截且摧毁目标靶弹。另外，据雷神公司表示， LTAMDS 的侦测范围可达爱国者防空系统原有雷达的2倍以上。鉴于 LTAMDS 出色的性能，美陆军参谋长乔治上将正考虑将其提前部署至作战单位。目前，雷神公司已根据合约将6具 LTAMDS 雷达交付美军进行测试。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将很快就会进行实际部署，届时美国的防空能力将得到再次加强。根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此前计划向太空发射22颗卫星，旨在为 GPS 导航系统提供具有更高精度和抗干扰信号的卫星。这些卫星的生产工作由洛马公司负责，总价值92亿美元。在原本的计划中，这些卫星将会分批发射，第一批为10颗 GPS-3F 卫星，预计第一颗可发射 GPS-3F 卫星将会于2026年4月交付。但由于承包商洛马公司在制造一些复杂零部件方面遇到困难，例如其中的任务数据单元由分包商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生产，这是提升导航能力所需的关键部件，目前存在技术问题，导致这项计划被迫进行延期。首颗卫星的交付时间已推迟至2026年底，后续卫星的交付也将至少推迟同样长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洛马公司与美国军方的协定，如果其能够如期履约，并将其生产成本控制在美国军方预算以内，还将会有奖励措施。现在看来，由于技术问题导致计划延误，这项额外的奖励怕是拿不到了。至于其能不能在一定期限内解决技术问题，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澳大利亚正在实施新一代造舰计划，包括1级舰与2级舰2部分，总价值约111亿澳元。其中在1级舰部分，除现役3艘霍巴特级神盾驱逐舰，未来将计划再增添6艘搭载神盾战斗系统的亨特级巡防舰。至于2级舰部分，则将获得11艘通用型巡防舰以及6艘大型可选人员水面舰艇。需要注意的是，2级舰部分中的11艘通用型巡防舰旨在替换现役的8艘纽澳军团级巡防舰。此前，日本、德国、韩国与西班牙等国已参与了此项竞标，如今这项计划有了新进展。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报道，澳大利亚目前已决定将于明年从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以及德国的 MEKO-A200 型巡防舰选择一款进行正式的造舰计划。按照澳大利亚的设想，这11艘2级巡防舰的前3艘将在海外建造，后8艘则要在其本土制造。预计首舰将会于2029年正式交付。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军通过无人机袭击迫使乌东俄军减缓攻势的战术能成功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